出去玩或是吃饭拍照的时候，是不是常常觉得 iPhone 拍起来不好看，或是姿势很尴尬呢？今天呢，要来教大家一些 iPhone 拍照的小技巧。我们今天除了会讲到 iPhone 最重要的相机设定之外，我们还会讲到怎样拍照会比较自然，或者是一些外在环境的变因，例如天气啊，或是景点拍照要怎么拍。那为什么会做今天这一集呢？就是因为我最近去意大利玩，然后在拍照这方面又有了一些全新的领悟。尤其是我发现帮你拍照的那个人尤其重要，要怎样在旅游的当下引导对方拍出你想要的效果，也是一门学问哦。所以现在呢，赶快把这部影片传给他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首先我们快复习一下一些 iPhone 很重要的拍照设定哦。打开水平仪跟格线。拍照呢，有没有水平真的超级关键的，没有水平的话，拍出来照片就是歪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打开设定，那我们去找到相机这个选项，里面呢往下滑找到格线与水平仪，我们把它打开。接着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相机的画面哦。在相机里面呢，我们第一个来看水平仪的部分。水平仪只有在你的手机没有水平的时候才会出现。那看到中间那条线呢，你要对到两侧，变成黄色之后呢，它就会自己消失了。所以如果你打开相机没有发现水平的话，就代表你现在已经是水平的状态，不需要调整哦。那再来第二个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格线的部分，你会发现它把画面分成了9宫格。有格线呢，构图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。最简单的构图技巧就是把人对到这2条线上，然后呢，让他的头上空出这一格。那如果你今天是拍直的话呢，一样就是你把人对到这2条线上，然后上面留一格。如果你今天是拍全身照的话，就是注意不要卡到脚。所以掌握这2个水平还有格线的部分呢，基本上60分是有的啦。那在角度的部分呢，就是整个相机最好可以平行于人，就是不要用过高或是过低的角度来拍照。再来下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要调整曝光值。是不是常常觉得 iPhone 拍起来皮肤都暗暗的呢？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相机的画面往上滑，这边呢有一个加减号，加减号里面我们去把它调到加 0.3 或加 0.7， 就是看你想要的程度。那这样子呢，照片就会看起来比较亮哦。那加减号调整完毕之后呢，我们可以顺便来调整冷色调。我们先把这个加减号关掉，那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一片一片的这个按钮呢，点开来。这边呢可以调整 iPhone 相机的冷暖色，那你往后滑呢，分别会是丰富对比、鲜明、暖色跟冷色。那当你调到冷色的时候，它拍出来的照片会偏冷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，还有我觉得旅游的地方也蛮重要的。因为像是我这一次去意大利，他们那边的建筑风格大部分都是暖色系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呈现那个暖色的感觉的话呢，就可以先不要打开这个冷色哦。那以上调整曝光还有冷色的部分，如果大家想要永久保存的话呢，可以到设定，一样呢，到相机的选项，我们找到保留设定。里面把曝光调整这个选项打开，那这个选项打开之后，你调整到加 0.7， 它以后永远都会是加 0.7， 然后回上页。然后在摄影风格的部分呢，我们一样就是把它调整到冷色调的，这个部分就是看你自己要不要开。旅行的时候是不是最怕手机没电了呢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旅行的时候必备的 Casetify iPhone 配件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很难搞，然后很懒，但是又追求充电速的话，一定要看下去哦。首先来介绍这款2合1充电座，它真的超方便。我每天回家，手机跟 AirPods 都要固定充电。这款装置可以同时充2个装置，我回家丢上去之后就可以直接去洗澡。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可以进入待机模式，当成夜中使用哦。磁力超强，它可以随意调整角度，躺在床上或沙发上追剧都不怕它会从上面滑下来。它的底座可以选择多款印花设计，像我选择了一个花花的图案，也可以跟家中的摆设做搭配，真的很可爱耶，心情看着就很好。接下来是快速充电器跟快速充电线，这2款真的是我出门旅行必备的。快速充电器采用的是33瓦还有67瓦的技术，它有2个 USB-C 孔，可以同时帮2个装置充电。最棒的是它还附了旅行转接头，不管今天要去欧洲还是韩国都可以使用，非常贴心。充电速度比传统的插头快3倍，充电效率大大提升，出国也不用担心充电转接问题。说到充电线呢，这一款支援240瓦的快速充电。
通过 USB-IF 认证，充电超快，而且它也非常耐，通过了3万次的弯曲测试跟50公斤的拉扯测试。像我这种暴力新人非常适合。它的配色很缤纷，绝对不怕放在饭店忘记带走。而且这样子充电器跟充电线一整套，在行李当中也可以一眼看到哦。最后要介绍的是这个镜面磁吸行动电源。这次去意大利旅行，我就是带这款行动电源，像这样子小小一个很薄，放在包包完全没有负担，一整天在外面拍照都没有问题。而且它还有5000毫安时的大容量，它的磁吸力超强，吸附之后非常稳固，不怕它会掉下来。背面选择镜面的款式，可以随时补装，自拍也非常方便。有了这些充电配件，旅行跟生活中要充电的时候都更方便咯。现在手机壳配充电类的配件还有优惠哦，有兴趣的话，购买链接贴在资讯栏，快点去看看吧。再来下一个呢，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原框照片。原框照片就是在相机画面的右上角这个圆圈按钮，把它打开之后呢，它就会记录当下1.5秒的动态照片。例如说你眨眼啊，或是不满意你的动作，你事后就可以进到相簿去把它调整到一个比较完美的瞬间。那这个功能呢，它跟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姿势装盲法绝配。姿势装盲法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有没有发现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常常会很尴尬，不知道怎么摆姿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为了要让我们的动作自然一点，我们就可以找事情来做，例如说整理一下你的袖口啊、衣领啊，或者是包包拿个东西啊，摸一下背带，或者是手插一下牛仔裤的口袋，就是整理你的衣服、帽子、眼镜，然后营造一种比较，其实主要是要让你的身体放松下来，这样子拍照起来就会比较自然哦。那为什么说它跟原框照片绝配呢？因为帮你拍照的那个人可能没有办法抓得那么准，所以呢，当我今天拍完照之后，我就可以进到相簿来调整我要的那个画面，例如说我进到编辑，然后在原框照片这边，它就会让你去选哪一格是你比较满意的。例如说我动作做到一半嘛，那我就可以选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看的瞬间，例如说这一格，然后它这边就会出现设为主要照片，然后我就点它，然后按完成，这样子呢就可以立刻截取你要画面咯。那除了原框照片还有装盲法之外，第3个黄金法则就是画面抓宽一点。这件事情对于一些比较不会构图啊，或者他很少拍照的人来说，还蛮重要的，因为这样子你事后才可以去裁切或是调整补救。就拍照的时候，请对方站后面一点。例如说今天这张半身照，我可能请对方就是拍到膝盖那边，然后我事后再来自己裁。虽然这件事情会稍微牺牲一点点画质，但其实现在大家照片都在手机上看，所以倒是还好啦。好，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些 iPhone 基础设定，还有人摆姿势的方式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来讲到不可控的环境的部分。为什么说不可控呢？因为这一次我去意大利真的超级有感，阳光不是太强就是太弱，我才发现呢，拍照好不好看还真的要看老天赏不赏脸呢。就算你再会拍照，遇到这种大太阳也真的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对比太高了，很容易曝光或是过暗。那在这种状况下呢，要注意2个重点。第一个呢是拍照的角度。例如说呢，你今天跑去比萨斜塔，然后后面有景点的话，你就必须要先移动到一个人跟景点都没有背光的地方。当然这一点呢都是只能尽量啦，但是我跟大家说，大家现在看这张照片已经是比较好的，在其他的角度我的脸都是全黑哦，所以你的脸还要稍微面向太阳，不然真的拍完是没有一张可以看的。那说到天气呢，最适合拍照的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种，就是虽然是晴天，可是大部分都是有云的状态，是能够把太阳稍微遮起来这种状态呢，或者是阴天没有下雨也很适合。但是出去玩呢，天气真的是不能挑，只能说就看运气啦。这个时候就要讲到下一点，就是景点人太多要怎么办呢？这一次我是5月去意大利，然后它的景点都是爆炸人多，真的是满坑满谷的人。那这个时候你想要跟景点拍照，只会换来一大堆路人的合照哦。所以这一次呢，遇到像这种景点，我会直接放弃人跟景点合照，我会变成只拍建筑，然后多用眼睛去享受这一切。那如果人流还算可以接受的话呢，我就会选择先拍完，然后事后可能再去把路人修掉。现在也有非常多手机 App 都有这个功能，而且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，之后 iOS 18 iPhone 会开始支援内建的 AI 修图哦，你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把路人修掉。但是这个功能应该也会限定机型啦，就是可能 iPhone 15 Pro 以上才可以用。
那再下一点呢，是我这一次去意大利的另外一个领悟，就是我觉得不用执着于跟景点拍照。我觉得意大利他们的古城区真的是随便一个路边就非常好看，就是随便拍随便美耶。另外呢，像是日本的街头也都非常好拍，就是真的不用特地去景点打卡拍照，景点要去也可以啦，但是我觉得一般的路边拍照的品质会好很多，就是你在拍照的当下不用跟一大堆观光客在那边挤来挤去。最后呢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就是一直按就对了，抓好构图，你就是一直狂按，然后用我们刚才的装盲法，你就是一直换姿势狂拍。像我拍照呢，就是大概只有5%是成功的，很多人拍照都是这个样子，不用怀疑。还有最后一点蛮重要的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帮别人拍照的话，你可以用声音来辅助指导对方，例如说请对方，例如说想象一下自己是主持旅游节目啊，或者是你在主持美食节目之类的，让对方放松下来，然后进入那个角色，或者是不断的称赞他说你现在很美啊，或者是引导他去摸一下自己的帽子啊，手插口袋啊，或是手怎么摆比较好看。就是我觉得拍照是一个互动，然后互相的过程。所以以上呢，其实蛮多都是我这一次去意大利蛮深的感受哦。如果大家有发现什么蛮好用的 iPhone 拍照小技巧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。